我先说清楚，我不是香港人，我也没有任何香港的身份，所以我没有办法假装自己理解香港人的处境，以及香港人在过去经历了什么，他们的失望、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恐惧和无力。但我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所以很明显，今天我不是来嘲笑香港人，也不是来否定香港人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今天想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香港一个拥有更多自由、更高法治、更开放资讯的地方，都没能最终守住原来自己的空间，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法治、民主，那香港人凭什么用大陆人不反抗来嘲笑中国大陆的普通人呢？所以，香港曾经有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相对自由的媒体环境，有 Google，有 YouTube，有国际媒体，还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街头游行的空间，有大量与世界接触的渠道。这些东西对于很多大陆的普通人来说，不是失去了，而是从来都没有完整拥有过。所以，很多大陆人出生开始，他就生活在一个被信息过滤、组织限制、公共表达成本很高的环境里。所以，这不是一个自由慢慢失去的社会，而是一个一开始从来没有拥有过的社会。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香港曾经拥有过很多东西，但是最后没有守住。大陆人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这些制度。那如果连曾经拥有过的人都没有守住，他凭什么来嘲笑那些从未拥有过的人呢？我不是说香港人没有反抗，实际上这个说法不对。香港2019年确实发生过所谓的反抗，很多人走上了街头，很多人付出了代价，也很多人承担了风险，这一点不能被抹掉，也不应该被抹掉。所以我不会说香港人什么都没有做，但更准确的是，香港人反抗过，都没有守住原来属于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空间，这才是重点。很多人说的是香港已经做的很多了，但是我觉得香港做的还不够多。是的，我承认香港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抗议，结果呢，香港的政治空间还是被重塑了，国安法还是来了，媒体还是被关了，很多媒体还是被关了，很多反对派人物还是被逮捕、被审判、被边缘化了，公共表达的成本还是提高了。这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反抗不代表能成功，反抗成不成功不代表你有没有勇气，不是说一个社会的人有血性就一定会成功，没有成功就说明这个社会没有血性。这种说法太简单、太幼稚，也太残忍。反抗能不能成功，这取决于很多东西，有没有组织，有没有人口，有没有可以施压的选举机制，有没有独立的司法保护，有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对方是国家机器还是一个个人，普通人需要付出多大的法律成本、职业成本、家庭成本、人生成本？这些问题如果不回答，你只站在旁边一句“你们为什么不反共”，然后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也变成这样了？这其实是一种很廉价的道德优越感。所以我真正反对的是这种道德优越感，尤其是香港人，很多香港人他们比大陆，他们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经济上，但是在某些立场上，他会嘲笑大陆人，说大陆人没有反抗，没有血性，不配民主和自由，甚至不配来香港。我觉得这很不公平。这句话，因为香港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即便在一个比大陆开放的多、发达的多、政治基础强得多、国际社会关注度高得多的社会，它也未必能守住自己的政治空间。那你为什么要求一个条件更差、风险更高、信息更闭塞、组织更困难的社会做的比香港还要多还要好呢？这不很矛盾吗？香港有700万人，2019年有多少人上街？虽然统计口径差异很大，有人说有几十万，有人说有200万，我不去纠结数字，但是它依然没有改变香港发生的事实，不是吗？所以人数本身不等于制度的
不等于制度权利。很多人上街，不代表你可以最后改变最后的宪政安排。很多人愤怒，也不代表权力就会让步。很多人表达诉求，也不代表最后制度就会按照每个人的意思走。这恰恰说明了，面对一个高度集权的普通社会，能抗争的能力真的常常被高估。所以我也不想用香港人的失败去嘲笑大陆人，我也不想用大陆人的失败去嘲笑香港人。我觉得香港的经验应该让人更加的谦卑。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嘲笑为什么你不反攻，你为什么不反抗。实际上很多事情真的落到自己身上，才会发现反抗不是一句口号，不是在网上说一句有种你有种你就站出来。反抗意味着你可能会失去工作，失去自由，甚至失去家庭，甚至你反抗的这个东西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所以说，你为什么不反共是一个很轻松的指控。我觉得他他丧失了很多公共讨论的空间。所以很多人面对中国大陆的人，他会用道德的口吻、审判者的口吻，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问：你们为什么忍？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你们为什么不反抗？你们是不是活该？那现在，如果你是香港人，或者你是生活在一些言论管控很强的社会，那我也会用同样的理由去嘲笑你。所以，不过我知道香港过去也未必是一个完整的民主社会。香港曾经高度的法治、高度的经济自由、高度的社会开放、媒体活跃，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民主社会。香港的行政长官不是由香港人一人一票直接选出来的。所以这种程度上，这种制度设计很大程度上就影响，也影响了香港，也影响了香港的普通人。所以说，香港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民主社会一夜之间被剥离。可能放到中国大陆这个成立，但是香港，所以说了，香港的问题不是一句香港人没用就可以解释的。大陆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大陆人没血性可以解释的。两种说法都太简单太粗暴。真正被批评的应该是那些普通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强加到了一个普通人身上。好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所以我们为生活在言论管控很高的社会的人，我们为他祈福，希望希望所有的社会、所有的观点、所有的人都可以被包容。